你绝对想象不到，在河南省巩义市的大荔山脚下，竟然隐藏着历经了1500多年风雨的石窟群落。在这些鲜为人知的石窟中，居然保留着全国现存最完整的帝后礼佛图，更有媲美敦煌的最美石刻飞天，以及造型独特的千佛龛。这些石刻作品更是见证了北魏迁都洛阳前的佛教艺术巅峰。接下来，我们一起近距离欣赏这些千年的艺术作品。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林。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巩义的石窟寺，这是一座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寺庙，与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并称为北魏的3大皇家石窟。而且据说呢，当年这也是唐玄奘出家的地方。石窟寺呢，现存洞窟5个，千佛龛1座，小佛龛255座，大小造像7743尊，碑刻题记186则，而且在1982年呢被评为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走吧，我们一起进去感受一下这些千年的艺术瑰宝。我们进入寺院呢，首先看到的是位于东侧的钟楼。晨钟暮鼓呢是寺院的一种规矩，因为太阳升起呢在东方，所以说钟楼呢一般位于寺院的东侧，相对应的呢太阳落山在西方，所以说呢鼓楼一般位于寺院的西侧。晨钟暮鼓呢是寺院的一种号令，也是警觉大众修行的一种信号。我们继续往里走呢，可以看到这边呢是东厢房，现在是寺院的办公场所和监控。然后这边呢是西厢房，现在是导游中心和仓库。一直往里走呢，就是寺院的正殿大雄宝殿。殿前呢有一尊比较大的香炉，是可以供来往的香客上香祈福。然后东侧呢摆了一口钟，西侧呢有一个鼓，正好也对应了晨钟暮鼓。进入殿内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大殿正中间供奉的是释迦摩尼，左侧呢是他的弟子阿难，右侧是弟子迦叶，最外边2侧呢分别是普贤和文殊菩萨。在殿的东侧呢和西侧分别是18罗汉的雕像。出了正殿往西走呢，前面就是放生池。这个呢是石窟寺的一个导览图，在这个图当中，我们就可以大概看出我们要游玩的这样的一个路线。OK， 这边就是放生池，我们可以看到在池的4周呢都有很多这个警示语啊，珍爱生命，远离溺水，危险请勿近，都是在提醒人们不要靠近这个池水啊。池水的正中间呢有一尊乌龟的雕像，乌龟呢是长寿的一种象征。把硬币投进龟背呢，就代表着神龟赐福，祈求长寿健康、平安喜乐。我们可以看到啊，放生池的4周呢，也系了很多这个祈福的丝带啊，有很多都是写了名字的。这儿有一个，你看一下啊，永远幸福、平安喜乐。在放生池的另外一侧呢，有一尊莲花的雕像。把硬币呢投到莲花当中呢，就代表着财运亨通，于风水宝地，愿望成真。OK， 我们继续往前走。穿过这片长长的茂密的竹林，前面就是洞窟和这个碑林了。这是2个不同的方向。那我们先去往这个碑林这边看一下。穿过这些层层的台阶呢，前边就是碑林了。自北魏开始呢，巩县石窟经历了东魏、北齐、西魏、隋唐宋相继开窟造像。那碑林呢，就是历代重修石窟寺的这些碑刻题记。穿过碑林往北走呢，前面就是汉洞。汉洞呢是高2米，里边深度是5米。然后从这个造像题材和艺术风格来判断呢，汉洞是汉代的木崖石刻。洞的内壁呢是黄砂岩石。
顺着这条路呢往回走呢，我们接下来去看洞窟。OK， 顺着这些台阶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一窟。我们透过镜头呢，可以看到啊，经过这个上千年这个岁月的洗礼，然后这些石窟呢已经被侵蚀的非常厉害了。这尊呢是位于第一窟最西侧的摩崖菩萨大像，然后旁边呢是已经损毁的大大小小的佛龛。东边呢是一个与龛同高的一个大龛，里边雕刻的是力士的像。上面呢是已经损毁的比较厉害，但是依稀可见的18罗汉的像。其实古人呢跟我们一样，去哪里呢都喜欢到处题字。你看这些呢，就是他们曾经到这里所题的字，还有这些。我们首先来到的呢是第一窟。第一窟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四面开龛的中心塔柱。那么最南侧的呢是释迦摩尼，然后左侧的是他的弟子阿难，右侧的是迦叶。但是迦叶他这个头部损毁的比较厉害，然后两侧的胁侍菩萨呢保存的尚且比较完整。然后龛眉呢雕刻成了这个垂杖形，龛壁呢是有这个火焰纹的背光。在这个龛眉和龛壁中间呢，有一对这个莲花化生，左右呢各刻有一对飞天。然后这个塔柱的基座呢是刻的这个神王和兽王。往里走呢，我们可以看到，然后第一窟的东北西三壁呢都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沿呢刻的都是宝杖形，然后上半部分刻的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千佛，每个小座佛呢都是位于这个圆拱形的小龛当中。然后下半部分呢刻的都是分别开有这个4座大龛，每个龛内的这个造像题材呢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最下边呢刻的都是月季和神兽，整个这个浮雕构图呢都是比较协调的，然后造型很逼真。可以看出来当时北魏工匠这个高超的艺术才能。我们可以看到啊，顶部呢刻有藻井，这是洛阳龙门石窟所没有的。然后翻阁内呢刻有飞天、莲花、卷草和花生。前壁的东西两侧呢，上半部分呢也是千佛题材，然后下半部分呢是供养人行列，最下边呢是祭月人物。那我们今天着重来看一下这个供养人行列，也就是最经典的帝后礼佛图，它是全国现存石窟当中的孤品，堪称为无价之宝。那我们首先看一下东侧的这个皇帝礼佛图，该图反映的是北魏皇室及贵族礼佛的情景。图中的人物呢，都将身体趋向窟门的一方。上层最西侧头戴汉室冕玉的皇帝呢，作为这个行列的第一人。前面有一个僧人引导，身后跟随的贵族都是男子。西侧上层东侧的一尊人物呢，很可能就是皇后，前面也有一个僧人引导，皇后身后跟随的都是贵族女子。在这些浮雕里，既刻画了仪态雍容的鲜卑贵族形象，也有身材矮小的侍从，以及数量众多的仪仗和富丽的衣冠。同样题材的这个帝后礼佛图呢，洛阳龙门石窟也有一幅，但是呢，在20世纪30年代呢被盗往国外，因此呢，这幅帝后礼佛图呢便成为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孤品。第一窟东壁的这个石壁上呢，有一个跟西侧一样与窟门同高的这样一个大龛，里边呢雕刻的是一个力士像，然后上面呢是一尊摩崖大佛。然后在这个力士像的东侧呢，有一个大龛，里边雕刻呢有5.3米高的一个大佛，它是目前拱现石窟当中最高的一个摩崖大龛。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西侧的这个摩崖菩萨，然后保存的尚且完整，然后东侧的这个头部已经残缺不全。紧挨着第一窟东边呢就是第二窟，第二窟呢是一个没有完工的窟。然后因为当时呢这个岩石的裂缝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个
中心塔柱刚刚雕出图形之后呢，就停止了施工。我们可以看到前壁呢已经坍塌。第二窟东侧呢有一块石碑，碑题是河洛神迹。碑的右侧呢刻有一首诗，左侧呢是篆书者的姓名。该碑的书法挥洒自如，吸引了不少游客在此合影留念。穿过这条长长的走廊，在第二窟和第三窟之间呢，有一处后坑崖，里边刻的是40座北齐佛龛和3尊唐代幽田王造像。我们继续往东走，下了这些台阶呢，前面就是第三窟和第四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三窟的外壁上布满了这个很多大大小小的这个造像龛，这个应该是地方官吏跟百姓的杰作。进到窟内呢，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中心塔柱，也是4面开龛，里面各刻有1佛、2菩萨、2弟子。最引人注目的是最南侧佛龛的龛楣处的这对非常优美的飞天，这个是巩义石窟寺标志性的作品，尤其是右边的这幅飞天呢，上过中国美术大全的封面。第三窟的布局呢，与第一窟比较相像，都是分为上下2个部分。上沿呢都是刻这个宝帐形，使整个这个窟内空间呢处于一个大型的宝帐之中。上半部分呢刻的是千佛系列、千佛题材然后中心基座和这个四壁的下部分呢刻的都是神王、寿王和祭月。前壁最西侧呢也有一幅礼佛图，但是这幅礼佛图呢没有保存得很完整。紧挨着第三窟东侧的呢，就是第四窟。第四窟2侧呢各刻有一副立式像，然后但是呢没有凿龛。西侧的这个立式像呢头部已经损毁，然后东侧的这个保存的还算比较完整。第四窟的内容布局和形制呢，基本上与第三窟是比较相似的，也是中央呢有一个中心塔柱，也是4面开龛，然后各开2层佛龛。上层佛龛呢，龛楣呢是这个宝帐形，里边刻的是1佛、2菩萨、2弟子。下层这个佛龛呢，龛楣呈鹿形，里边刻的是1佛、2菩萨。第四窟的四壁呢，与第三窟呢也是比较相似的。然后上沿呢都是刻这个宝帐形，然后这个整体的这个大部分这个壁画呢都是这个千佛题材。然后这个壁基处和这个中心基座呢，都刻的是这个神王、寿王和祭月。那我们可以看到前壁东西2侧呢也有这个礼佛图，这个与第一窟是比较相似的。OK， 我们接下来去看最后一窟第5窟。那么紧挨着第4窟呢，就是第5窟。第5窟呢，虽然它这个规模比较小，但是它这个精美程度不逊于其他的各窟。然后它这个窟门呢，保存的也是比较完整这个是尖拱形的一个拱门，然后这个每角处呢也刻的有这个龙头，然后2侧呢东西2侧刻的都有这个立式像。然后虽然这个第5窟呢没有中心塔柱，是一座3壁3龛式佛殿龛，每个龛内呢刻有1幅造像，组成了3世佛系列。顶部呢有一个盛开的莲花，非常非常的精美。周围呢有6身飞天环绕，形态飘逸优美。很多人说这里的飞天呀不亚于第3窟的飞天。逛完这5个洞窟呢，在这个洞窟存的最东侧呢有一座千佛龛，这是在唐代乾丰年间所凿，龛口呢呈以圆拱形，在龛内的正左右壁间呢刻满了这个排列整齐的小佛龛，共计999个，加上正中间乙座的这个幽田王造型，正好是1000尊，所以说就叫做千佛龛。在龛的2侧外壁呢有4个竖长方形龛，里面呢各刻有1尊菩萨像。在龛口2侧呢各有1尊天王像，他们手持兵器，脚下踏着夜叉。到这里呢，我们基本上就参观完了石窟寺。感觉这里之所以没有洛阳龙门石窟那样的游客量和知名度，是因为这里的整体规模比较小。如果你也对石窟文化比较感兴趣，不妨来一趟巩义的石窟寺，因为这里特别适合一个人慢慢品味石刻文化。